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。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的方面，天下无双。轻易放心上，和朋友遍布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雨水成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火光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，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。无论伤心开心，大家一起唱。可只有家，就会有天堂。无论幸福祝福，大家一起想。一定让你充满希望，无论艰难困难，大家一起担，勇敢去闯，家是快乐的负担。老婆也真是的。不懂他跑到哪里去，我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哈。别理他了，我们吃东西啊。老婆，快走！呀，你又发什么神经病？你放手啊！来，快走！爸，你干嘛？我跟你说，刘海生是一个大骗子。陈大哥，你来了，坐下来一起吃吧。这里的火锅是最有名的，每个人吃了都说它好。坐下来吃。刘海生，你不要演戏了。你这个大骗子，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了，啊！现在终于让我看清你的真面目了吧？嘟嘟啊，陈大哥他是怎么了？你不要再叫我老婆什么嘟嘟的哈！好了，够了，不要再闹了。这里不是新加坡，人家叫公安来抓你，看你怎么办呢？好啊，叫公安来啊，抓到这个大骗子啊，看他以后敢不敢骗人。爸，你不要口口声声的骗子的。哎呀，他真的是一个大骗子。刚才我看到2个人了，要他还钱，他没有钱还给人家，就吹牛说啊，你们是什么刘大富的老婆啦、女儿啊？刘大富？哎，谁是刘大富啊？哎，你不是说是新加坡的地产大王吗？我说吗？有可能。我还是第一次从你口中听到这一号人物啊！哼，我明明听到你跟那2个人说啊，你是刘大富在上海的投资顾问。陈大哥，你没什么问题吧？怎么今天你说的话，我越听越不明白啊？哎，杰敏啊，你父亲今天有点怪。你不要再跟我演戏了，好不好啊？是我亲眼看到、亲耳听到的。现在你说什么也没有用。哼，我相信啊，他是欠了那2个人一大笔钱，结果没有钱还给人家，就用我的老婆跟女儿来骗他们。不可思议，太不可思议了！你不要笑啊！你干什么？人家笑得不行嘛。哼，他被我拆穿了，就用笑来掩饰啊。对不起，我真的是忍不住要笑。你一会儿说我是骗子，一会儿说我在演戏，那就是说我要骗嘟嘟他们了。可是我到底骗了他们什么？他们来了上海几天，吃的住的都是我在招呼。如果说我是骗子，那我这骗子未免太差劲了吧？哼，你是放长线钓大鱼，小钱不出，大钱不进。这你要我从何说起啊？那老实说，你们开的那么一间小店，即使我要骗，我能够骗得了多少啊？哎，不错，刚才是有2个朋友他来找我，但是我们谈的都是生意上的事啊。刘先生啊，我们先走了啊，有空一块喝咖啡。好，再联络，再联络啊！陈大哥，你说的就是他们2位啊？就是他们，就是他们2个来跟我要钱？对，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啊！哎，这真是说来话长。哎，陈大哥，先坐下，我倒杯酒喝。你说的一点也没错，那2位仁兄的确是来跟我要钱，不过我不给他们了。我告诉他们，
等作品拍完了，我看过了才给钱。他们是搞电视制作公司的，每一年都在亏大回了。目前还在到处找人投资，最近还说在拍一部叫什么沉沦的电视剧啊，还说肯定会拿下8点档冠军，希望我能够赞助。不过我告诉他们，不要每天给我催什么8点档冠军、9点档冠军，要钱我是不会给的。等戏拍完了，我看过了满意了，我才决定要不要赞助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他说谎，刚才他根本不是这么说的。好啦，陈大哥，我知道你用心良苦。如果嘟嘟和杰敏相信你的话，说我是个大骗子，我没话可说。我马上安排他们坐今晚的飞机回新加坡去。哼，他们当然相信我了，难道相信你咩？好，我才不相信你呀！相信你才有问题啊！我当然相信他啦。我跟你做夫妻这么多年，你竟然相信他，不相信我？你刚才没看到那2个人这么热情的跟海生打招呼，哪里像是讨债的？你说我应该相信你，还是相信我亲眼看到的？爸，再过2天我们就回去了，你担心什么呢？不如你先回新加坡啦，我会好好照顾妈咪的。就是啊，留在这里啊，搞到人家这么麻烦，自己还出丑啊！你们是不是不相信我啊？好啦，你走啦，人家海生啊都不计较，大人有大量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真不明白，你放这间店呢不管，跑来这里惹是生非干什么？算了，其实陈大哥也是关心你们的。你是骗得了他们，你骗不了我。哼，你们是不是不相信我啊？将来你们一定会后悔的。哈！爸，杰敏啊，你爸爸是不是属牛的？发起脾气来，真像一头牛。哎，你老爸不只是一头牛啊，还是一头瞎了眼睛的牛啊！你快跟他出去，叫部车子送他回酒店。好，海生哥，我先走。慢走。对不起啊，海生，他这个人啊没见过世面，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哎，不会的。不过，也难怪陈大哥会那么紧张了，因为你的确是真的很迷人。你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。Excuse me。你有一种成熟的美，一种很独特的气质，令我忍不住要。对不起啊，我一紧张就会打嗝。没关系，我只是很想让你知道，你令我很想去亲近你。你别这样，人家会看到的。对不起，我真的是情不自禁。你别这样，我会不好意思的。嘟嘟啊，今天晚上到我房里来，讨论一下我们开新快乐鱼的事。好啊，好啊。老板娘，什么事啊？快来看，嘉义他们搬来了，好多东西啊！哇，整楼里都是纸箱啊！少说有400-500箱吧。我整间屋子给他们放了，都放不下。妈妈给我一杯水。哦。要煮啊，叫那些工人小心一点啊，纸箱里头的东西会打破的。怎么那么多东西啊？妈的，我已经尽力了，能够丢我都丢，可以卖我都卖了，收来收去还是要700多箱啊。我这里啊，不像你那边2层楼8间房间，这些东西一放，我看路都不用走了。哎，你放心，你不用那么紧张，我只是放下10几箱，其他我都叫工人搬走，放在货仓里。啊，放货仓那不是要花钱？每个月要还200多块的租金，那有什么办法？难道全部丢掉吗？哎，以前啊，买很多东西啊，都花了很多钱啊，好像那些字画跟花瓶啊，有一些几百块，有一些几千块，现在卖呢又不值钱，丢掉呢又舍不得，觉得很可惜。那还有拿那个Pantry那些百科全书，都是一套一套买的，每一套都要好几千块钱呢，丢掉吗？又舍不得，给人家又不甘心，所以只好先收下来再说咯。哎，还有家里还有3部大的 TV Plasma 的啊，一部都要5-6千块啊，难道要丢在那边？哎，便宜那些人啊，我
哎，妈妈，要不要喝水？ Leave me alone。威廉，不要管他，一大早不懂发什么神经，发小姐脾气。好了好了，别再哭了啊。 Patrick， 你是不是要妈咪打你，你才会静下来？好了，你骂他干什么？金宝，什么事情告诉他妈来。他也不懂发什么神经，一大早哭到现在，哭个不停。喂，你是一个大男孩子，以后要当兵的，哭到满脸都是泪水，你丢不丢人啊？给妈咪静下来。来，Daddy 帮你擦眼泪啊，别哭了，你再哭啊，妈咪会生气的。啊，你金宝走了，对，是啊，金宝，谁欺负你？告诉阿妈。小叔小婶呢？他们是臭鸡蛋、臭鸭蛋。嘿，那 Daddy 应该教过你不能骂臭鸡蛋、臭鸭蛋啊。妈咪也是骂啊。威廉啊，给我多一杯冰水，让我哭到我快要爆炸了。哦。阿妈，他们为什么那么坏？为什么要抢走我们的屋子，害我们没有地方住？还有我的 Superman 和 Ultraman 都没有了。什么大妹？你要吃熬大怪哈？不是的，妈的，那些都是 Patrick 玩具啊，他从小就收集了，放了2个橱啊，都是他心肝宝贝。现在佳玉说全部要丢掉。不丢掉哪有地方放啊？以后我们一家4口要挤在一个小房间，你还以为我们住在大bungalow啊？人都没有地方住，还顾你的 Ultraman Superman？ 知道了，别生气了。Patrick 收集了那么多年。 多少都有一点感情的嘛。你以为我想丢吗？哈，现在租货仓不用钱呐，哈，租金谁来给啊？是不是要扣你们的零用钱呢？我的零用钱只有2块钱，你还要扣？那就扣你1块钱咯。好了，别哭了。妈咪只是说而已，不是真的要扣你的零用钱。发生这种事，大家都很难过嘛。不止你一个人要丢掉东西啊，大家都丢掉东西的。好像你姐姐啊。 他心爱的 CD 啊、背包啊、衣服啊，还有他 piano、organ 全部都不能搬来。你爹地我的最心爱的音响系统也不能搬来，车子也卖啦。你看啊，不止你一个人要放弃心爱的东西，我们都要啊。尤其是妈咪，她丢的东西最多了，50双鞋子、20个手提袋，还有3大箱衣服，还有好多东西啊。你看你的妈咪多坚强。 都没有哭，我们要像他啊，不能哭。你小婶，这是臭鸡蛋、王八蛋，没有人性。我来煮吧。哦，不用，我只是煮午餐给兰兰跟 Patrick 吃。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吃午餐，早一点煮给他们吃。为什么还没有吃午餐？大家都还没有心情吃嘛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可能今天搬太多东西，头很痛。刚才又不小心切到蒜头的时候，给那个蒜头汁啊喷到眼睛啊。来，二姐，还是我来煮吧。你们今天忙一整天，刚搬来嘛，一定还要收拾很多东西的。你去忙你的。不用了，阿娇，那我的豆芽都炒好了，我也把蛋煎好了，我已经煮了2道菜给孩子吃，其他也不知道煮什么东西好。没有关系，其他的我来煮好。来。还是让我来吧，哈，不好意思，来，我来洗。二姐，你的表那么名贵，要弄到水就不好了。来，我来洗哦，来。是哦，戴上这只表，跟人家讲穷也没有人会相信你。也许是该时候把你给卖了。还有这个戒指。二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哎呀，你不用那么紧张，阿娇。我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，不过你这句话刚好提醒了我，做穷人要有穷人的样子，要不然你哭穷啊，没有人会同情你，反而会在背后嘲笑你的。干什么？
么？是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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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的！你们两个干什么那么吵？这张桌子和电脑明明是我的，他偏偏要跟我抢。我要电脑，我要桌子，走开啦，死肥猫！滚蛋啊，臭母狗！哈！你们什么时候一个变成无赖，一个变成泼妇了哈？什么死肥猫、臭母狗的，嘴巴那么不干净 ？Where's your dad? Oh my God！ 呸起来了，呸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们那么吵，你还睡得下？哎呀，搬了一整天家，腰酸背痛，累死了。搬的是工人，又不是你，你累什么累呀？我只是躺躺而已嘛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我也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！今天一整天不是哭就是闹的哈，都给他们烦死了。兰娜 Patrick 都跟你们说了，别惹妈咪生气了吗？又怎么了？都是他，偏偏要跟我作对。妈咪啊，我已经上中学了，有这么多的 project 要做，电脑当然是我的啦。我今年要分流考试，也有作业啊，没有电脑，没有桌子，我怎么做功课啊？你几时变得那么用功了？你拿桌子不是拿来画画的吗？拿口笔都不是拿来玩computer game的吗？你呢？你还是整天掐。妈咪跟你们讲啊，我们现在是住在阿嬷的家，不是住在自己的皇宫啊 ，OK？ 以后所有的东西都要 share 来用，不可以分你的我的。如果姐姐要用电脑，弟弟就去外面做功课 ，OK？ 如果弟弟要用，你就借给他用。电脑呢，不是让你们上网 chatting 或者打游戏的，只能够拿来做 project 或者是做功课 ，OK？ 那你要我怎样和朋友联络 ？handphone 你又不给我用，不能发 MMS，free SMS 发完了你不可以再发，你要我怎么活？怎么活？这样子活啦！以前没有 handphone， 没有电脑，大家还不是这样过日子哈？没有这些东西不会死的。妈咪告诉你们，没有饭吃，我们大家才会死啊！所以接下来的日子，除了赚钱之外，什么东西都不重要。日子就是要这样子过，你喜欢也得过，不喜欢也得过。都是你们，都是你们！你烦了你！你打死我算了，反正过这种日子不如死了算了。好，那我就打死你！哎，不要打，不要打了，娜娜，赶快跟妈咪道歉啊！我为什么要跟他道歉？我说错了吗？让一个孩子好好的过生活是每个父母的责任，可是你们有做到吗？你们在过好日子的时候，什么东西都没有计划，没有准备。妈咪你整天就会 SPA 烧冰喝下午茶，Daddy 呢？睡觉看电视，跑来去抱女人。在一个动物的世界里，即使一只熊、一只老鼠都会存粮过冬，但是你们呢？你们根本就没有为后来的日子做准备，一点 planning 都没有。就是因为你们不负责任，所以才害到我们跟你们一起受苦。你们连一只熊、一只老鼠都不如！住口！谁教你讲这种话的？太不应该了！我们真的是白养你了！妈咪今天就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不要打！不要打了！你们应该检讨自己，不是动不动就打人。我已经长大了，我有我自己的看法，有自己的思想。不要以为用打就可以改变所有的东西。好，妈咪你就打到你不会讲话，你的嘴巴很厉害是吗？妈咪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妈咪打死你们再去打我！我们大家都不要活了！不要了，孩子要好，慢慢讲的，不要讲。老婆，娜娜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啊？我不想活了，我们死了算了啦，是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老婆，你别这样，没事的哈。孩子还小不懂事嘛。来，你听我说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努力，我一定会让你们过好日子的。妈咪，你不要伤心了。我以后一定会用功读书，帮你们报仇，把我们的屋子拿回来。不要太快。妈咪，对不起，刚才我很生气，想要发泄，想要骂人，对不起。安娜。不痛了，妈咪
你看你哭得眼睛肿肿的。哎呀，没关系，待会儿敷一敷冰就没事的。姐，我已经做好决定了，以后只要你在家，电脑跟书桌就给你用。不过你星期六去 CCA 的时候，电脑就借我用 ，OK？ 你星期三也可以用，因为我 English drama 很晚才回来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用1天就够了。你想偷懒呐？你的带兵都还没有学好，你最好快点去练好它。你们两个真是的，争也吵，让也吵。老婆，我看我们还是把 Plasma TV 装在厕所里比较好。坐在马桶上面电视看挺无聊的。是哦是哦，我每天都要一边大便一边看电视的。如果没有电视，都不知道能不能大便。那好啊，要不要妈咪在厕所装个浴缸，让我洗泡泡澡，然后呢再装个jacuzzi，让大家能够按摩一下、舒服一下啊？不如再装个 sauna、spa、pool、gymnasium。啊，不用了，当我没说过。那你呢？没有看电视，能不能够大便呢？应该没有问题啦。OK, case close。二姐夫，我煮了2道菜，你们快吃吧，菜都冷了。谢谢你啊，乔。以后我们这家人还要住在这里，会给你添很多麻烦的。不要这么说啦。哎呀，还有啊，希望你会多多照顾我这2个宝贝。没有问题。喂，小舅妈煮饭给你们吃，不会跟人家说声谢谢啊？谢谢小舅妈。谢谢你啊。不要那么客气啦，大家都是一家人嘛。哎，你也坐下来吃啊？不了，我等家务回来再吃。哦，那谢谢你啊。Thank you 啊。妈咪提醒你们2个啊，我们现在是寄人篱下，不比在自己的家里 ，OK？ 一切都要自动一点，尤其是你 Patrick， 不要专挑好吃的东西吃，留一些给别人哈。知道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哭过后肚子特别饿嘞？是，奇怪，我也觉得特别饿。你们还怕没有机会饿？只要接下来日子工作没有着落，我们还有得饿呢。妈咪，你明天不是要到电视台去做工吗？唉，那只是临时的工作，做不久的。反正妈咪闲着也闲着，先试试看再说了哈。你啊，你也要留意一下工作，薪水少一点没有关系的。我始终相信啊，只要你肯走出去啊，一定有成功的机会。不过如果你留在家里跳脚的话，机会永远不会自动找上门的哈。我知道了。阿拉娜说的对，我们没有为困难的日子做好准备，这一点呢，我跟你都要负责任。以为困难的日子不可能出现，我们会享一辈子的福。可是现在大家都看到了，福是不会永远跟着我们的，也不会永远享不完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危机意识，要预防有一天我们要面对更大的困难。妈咪，还有比我们现在更惨的吗？哎呀，我们现在有鱼有肉有菜吃，怎么会惨？而且还有房间住，又不用日晒雨淋的，怎么会惨啊？惨也惨不过那些孤苦伶仃、无依无靠的人，更何况我们现在还依靠着外公外婆。可是你们要想想，我们不能够期望外公外婆永远照顾我们的，对不对？啊？所以我们一定要为以后的日子做好打算啊！我们一定要努力赚钱，所赚的每一分每一块都要小心的用。虽然你们2个年纪还小，也要帮忙想赚钱的点子 ，OK？ 啊，我们不只是为了可能的危机做好准备，也希望能够恢复以往的日子，对不对？好像 Patrick 说的对，我们要报仇，我们要让那些打垮我们的人看，我们是不会那么容易给人家打垮的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你妈咪说的对，让我们一起奋斗。以后我们要为了实现这个理想的生活，让我们一起加倍努力，加倍吃饭啊，加倍努力吃饭，努力吃饭才有力气打仗吗？解掉呢？别，真是 thanks。Hello， 哎，小欢迎。本人代表罗家号船长，欢迎4位贵宾登上罗家号邮轮。从今天开始，让我们一起风雨遨游，同舟共济，有菜吃菜，有肉吃肉。哎，怎么只剩1点菜而已啊？你刚回来就演戏，当家里是舞台啊？老婆，人生处处都是舞台，正所谓呢，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你们不要太在意啊。虽然你们从豪华游轮转到我们这个普通游轮，那也是剧情的一部分而已嘛。所以你们不要气馁，因为那是上面的编剧还有导演非常重视你们，所以给你们这个角色让你们去发挥。
要不然呢，每次都演那些什么有钱人的角色，多闷啊！观众看了不打瞌睡才怪呢。年底到了，怎么拿红星大奖呢？所以你们呢，要把握住每个机会，演好你们接下来的角色。尤其是你啊，二姐，你以前整天只会嫌自己的戏份太少，没得发挥。你在讲什么废话啊？我没有在讲废话。你以前不是常常埋怨家里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不知道吗？那是因为啊，你以前坐的船跟我们是不同样的一艘船，但是现在可就好了，现在大家都坐在罗家号的游轮上，以后就有很多同台的演出机会了，有的你发挥了，二姐。哎呀，你真的是 full of rubbish 啊，胡说八道！哎，阿佳，我同情你啊，亏你受得了他啊。习惯就好了。对了，听说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对，孺子可教也。那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舞台上亮相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应该尽心尽力的演出。演完之后呢，就要说声谢谢，然后鞠躬下台，告别人生的舞台，那就大功告成，功德圆满，不负此生。不过，演戏是需要力气的，所以麻烦你以后呢，留多一点饭菜给我，可以吗？ OK。好心你了，家福，说话像打雷一样。我昨晚失眠了1个晚上都没睡好啊，好不容易才睡着就给你吵醒了。那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吵醒你起来吃饭喽。怎么没人叫我吃饭呢？哦，大姐，刚才我敲你的门，可是没有人应，所以我以为你不在。你没看我还是铁拐李吗？我还能去哪里啊？可能你在睡觉听不到呢。那我会听到你们在说话。哼，我怎么说也是个病人呢，能不能够体谅我一下啊？是不是连饭也不要给我吃啊？哎，你这样讲就太奇怪了，又不是没有东西可以吃，也没有人说不给你吃啊。是哦，是人家吃剩的吗？我还不是这样吃。大姐，二姐他们今天刚搬进来，他们忙了一整天，肚子也饿了，所以我先煮给他们了。我本来是想等薇薇和你回来再煮给你们吃，这样菜就不会冷嘛。是吗？那就谢谢你的好意了。不过不用麻烦你，我自己煮。 Please 啦，大姐，何必讲出那么伤人的话哈？我们搬进来半天都没有看到你从房间里走出来，不要说是阿娇，连我们也以为你不在呀。是啦，哥哥当我死了吗？不要管他。大姐，小心地板滑，我帮你煮饭吧。不用啊。算了算了，他要煮什么就随便他啊。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管他煮什么。来来，坐坐，吃我们的，吃我们的。 去帮他吧。哦，大姐，我帮你吧。走开啦！哎，大姐，你怎么？阿娇，你没事吧？什么事？没事。肚子什么事？外头啊？哎呦，赶快扶他上来呀！哎呀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！啊，慢慢慢慢。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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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肚子啊！直接摔一跤，没那么严重吧 ？Please 啦，你还说这种话，人家是有身孕的，那你去摔摔，他会不会摔掉孩子？哦，去！哎，赶快扶他进房间去！哦，小心啊！小心点啊！马德回来了。哎，马德，怎样啊？哎呀，他说他肚子不太舒服，现在在房间休息。怎么会这么不小心？大姐喽，把人家推倒。喂，你不要乱说啊！什么我推倒？我什么时候推倒他？我没有乱说，是耀祖亲眼见到的。爹，赶快跟马德说是不是？耀祖，你要看到才好说啊！我现在自顾不暇了，我哪有力气推他？Please 啦，大姐，这个时候你还说出这种话，你不觉得自己很过分吗？人家阿娇也是一番好意，要煮东西给你吃，你不领情就算了，干嘛要把人家推倒啊？哎呀，你不要口口声声我推倒他啊！我是跟他讲不用了，我自己煮，是他自己不小心跌倒的，关我什么事啊？你好啦，能不能让我耳朵清静一下？哎呀！你气死我了！干嘛，二姐？怎么样啦？阿佳说他没事，可是我不放心，叫他去给医生检查，他又不肯。有没有来红啊？阿娇跟我说他没有啊，哈。大妈、二姐，我没有事的。嗯，你是不是真的没事啊？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子，什么话都憋在心里面，不说出来。我真的没有事了。哎，你不要乱动啊！躺好，躺好，嗯。家福啊，我看你啊，还是带他去给医生检查一下吧。我也是这么想，可是他不去啊。那大妈都这么说了，你不去都不行了。
林先生，你不累吗？不累，不累，那有什么需要的？不用。那我走了。好的，我真的走了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哇，都这么没良心。再见啊。哎，哲倩，不要走。你呀，只会认输，不会认人。你这些书不是读了很多次了吗？好的书值得一读再读，你这样的好女孩，值得一看再看。你有时啊，就像书呆子，可是有时候你又口花花的。我不是口花花，这是我肺腑之言。你在我们心目中是最好的女孩。好啦，嘴巴那么甜，我买了汤圆来给你吃，让你甜上加甜。对了，你今天觉得怎么样啦？好很多了，我叫医生让我提早出院。你急什么？你伤得不轻，你得好好调养身体。住一天的医院就是多一天的医药费啊。这些你不需要担心的。你赚的钱不容易，我不想拖累你。你再说这样的话，我就不理你了。好好，我不说就是了。好了，吃汤圆啊。哎呦，让我撞破了你们的好事啦！莲姨，妈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就知道你会到这里来。你的手机怎么不通啊？打了一天都找不到你人。啊，我忘了带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到，我一下车就坐德士到这里来了。文杰，你怎么样了？还好，你有心了。本来呢，我早就要来看你的，可是呢，我以前2个姐妹死都要我陪她们上云顶，我只好陪她们去了。不过幸好啊，我有去，要不然呐，可就是见财化水喽。哎呀，不过呢，说起来呢，还是你妹妹阿娇带给我的好运。自从我喝了那杯媳妇茶之后呢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样样都顺利。我们的车子过了新山不久，到油站去打油。我呢下了车去厕所小了个便出来，我2个朋友就说被打抢，吓得脸青青，还被那个衰人抢了几千块呢。上了云顶啊，哇，大杀四方，咻咻咻！买什么？开什么？妈，你口渴了，喝杯水，喝杯水啊。喝杯水。文杰，吃汤圆了。人呐，走起运来，挡都挡不了的。就算是大便嘛，都特别通畅啊。妈，我说的是真的吗？我没有骗你们。我便秘了10几年，辛苦的要命。不过呢，这一次在个小镇看了个中医，他给我开了一些药，喂，真的很有效嘞。我现在呢，往马桶上一坐，马上就清洁溜溜哎。妈，文杰在吃东西啊。sorry，文杰啊，其实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你妹妹呢，真的很有福气。我儿子娶了她呢，连我都好运哦。佳倩啊，你看哪天阿娇有空，约她出来吃饭啊，喝茶啊。我挺喜欢她的。好了，他们那边的人对她怎么样？还不错啦。你别骗我了，他们会对阿娇好。那一天那个罗家喜当着那么多的人面前，明天还要开摊了，你回去准备了，要不然人家以为我们店收了。想作死人咩？机器也要休息啦，都开了半年多了，休息几天也没有什么关系吧？更何况文杰也不在，我一个人怎么做得了呢？而且啊，现在有新的发展喽。现在有新的发展喽！
一个咖啡店的小摊位。发展？妈，什么发展啊？你舅舅啊，从上海打电话来，告诉我你姑姑同意了。等他回来之后呢，把它装修好之后，变成新快乐鱼。姑姑不卖面包啦？哎呦，卖面包哪里有卖炸鱼赚钱嘛？你舅舅叫我跟你，你舅舅叫我跟你讲，什么里呀？这是什么外？哎呦，我学不来，学不来。是不是里应外合啊？这样你也听得到？对了，就是那个什么里应外合。妈，文杰需要休息啊，我们回去了，去外面谈了。哎呀，快点，要休息了。哦，那你好好休息啊，不要担心啊。知道了，就快会好的啊。知道了，好好休息。妈，舅舅真的叫我这么做？里应外合。对呀。这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太好？你舅舅说的对，不做的绝一点，怎么能打倒那个女人？老板娘在做秘方酱料了，这次只准成功，不准失败，要不然的话，嘉熙就会看死我了。这样不太好吧？林大姐不是变成了罪人？给她一个教训也好啊，这样子她以后就不可能欺负你了。老婆啊，不要再婆婆妈妈了，趁这个机会解决到肚子的问题，不就一了百了了？喂，我可不像你们会演戏哦。你放心，我当主角，你当配角，做个反应就好了。大妈，我们回来啦。哦。怎样了？大妈，你怎么还没休息啊？我在调配料。怎样了？医生怎么说？哦，医生说啊，他没什么事情。对啊，医生说他没有什么事情。大妈，你不用担心啦，我先扶他上去休息啊。去休息吧。不要哭了啊！哭也不能解决事情嘛啊！喂，我哪里有哭？你这样讲你没有事，我连戏都没有办法演下去了。这一招啊，叫做峰回路转啊！不要哭了啊！来来来，我们上去休息啊！乖乖乖。
万无一失。妈的，我看他们的样子又不像没事，可是问他们，他们又什么都不肯讲。我看阿娇的神情啊，也有一点不大对。你去叫家福出来，我问问他。OK。家福啊！喂，你二姐在叫你啊。果然不出我所料。什么事啊，二姐？哎，麻烦叫你出来一下。哦，等一下啊。我出去演戏啊。那我做什么？准备睡觉啊！快点，快！你在干什么？我在培养情绪。你没事吧？哈？哎，马德有话要问你啊。马德啊，家福来了。大妈，什么事啊？家福，你怎么了？你哭了？没有啊。还说没有，眼睛都红了。家福，你老婆到底怎样了？喂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事情不要瞒住我们啊？到底什么事啊？家福，你不要害声啊，赶快讲啊，到底怎么啦？医生说胎儿的心跳好像有点问题啊。他还说要阿娇明天再去做一次详细的检查，如果证实胎儿已经只好做人工流产了。哎呦 ，My God， 真的那么严重啊？家福啊，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也是命啊，看开一点啊。我是看得开啦，我只是怕阿娇她，哎呀，阿娇现在一定很难过了，可怜她一番好意要煮东西给大姐吃，大姐竟然，哎呀，这个大姐真是的。喂，你们在说我什么啦？阿娇的孩子没了啦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妈的，你听听，这个时候她还说出这种话，你不在房里出来干什么？我听到有人在背后骂我啊！不要以为我在房间里面什么都听不到。家福发生这样的事情啊，你不会安慰他，就在那里大呼小叫。家福，你带你老婆去看什么医生？是不是那些 on duty 的小医生？那些医生没什么经验的，常常都检查错误的。Please 啦，大姐，如果连心跳都听不准，还当什么鬼医生啊？你这次真的是害死人呐！你不要再怪大姐啦。医生说，可能是胎儿发育的问题，跟阿娇跌倒是没有关系的。大姐啊，你就不要再自责了。我跟阿娇是不会怪你的，你不用太在意，你也不要放在心上。大妈，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进去房里陪阿娇啊。哎，还有家父，你叫阿娇不要太难过，你们两个还年轻，还有机会的哈。哦。喂，你干嘛开口闭口说我害死人啊？我最看不惯你这张嘴脸呐！哈，人家阿娇到底什么地方惹了你？一番好意要煮东西给你吃，你不吃就算了，干嘛要推倒人家，害得人家连孩子都没了？你还说不关你的事？你最厉害就是推卸责任，什么事情发生就推得一干二净。上一次处理我家店务的火警也是这个样子，现在对阿娇这件事情也是这个样子，一点责任感都没有啊！你不要在这乱放狗屁啊！你现在回来要走投无路啊，回来这里白吃白住，不要把这边当成是你的家，想咬人就咬人啊！赶快放下一天工作想法，等待你的回视角，温馨的牵挂。别为受点伤而害怕回家，等待你的回视角，温暖的回答。不管生活多忙，世界多大，家让你忘掉疲劳。